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解放军火箭军与我们的山东号航母编队呢，一起在关岛以西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美军看懂了吗？近期呢，中国官方的媒体报道啊，解放军海军山东号航母战斗群和火箭军联合在西太平洋呢实施了演习。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说法，演习的位置在关岛西北约741公里。为山东号护航的是一艘055型大型驱逐舰，2艘052D 型驱逐舰，2艘054A 型护卫舰和一艘901型的补给舰。这是解放军海军在大胆的尝试全新的远海作战战术战法。传统上呢，解放军海军的力量是比较薄弱的，我们海军舰艇部队通常是在岸舰导弹部队的掩护下实施近海防御作战，因此呢，有人把中国海军称为绿水海军。但是如今呢，解放军海军已经开始走向深蓝，航空母舰战斗群的建立，让中国海军第一次拥有了在深海远洋行动的能力。按照西方海军强国的传统概念呢，舰队脱离要塞火炮的射程之后，就需要进入独立作战的状态。进入近代史以来，决定了世界强国命运的几次海战，都是在脱离了海岸火力的前提下实施的。比如说著名的特拉法加海战和日德兰海战，以及二战当中的中途岛海战、莱特湾海战等等。那时间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国海军岸防部队的火力射程有了极大的提高，具有了超远程、超视距的精确打击能力，同时还有我们所熟悉的火箭军东风系列的反舰弹道导弹以及远程的反舰巡航导弹的加持。从理论上来说呢，这几种武器都可以在不出动海军舰队的情况下压制乃至摧毁美军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战斗中能够实现我方舰队和远程导弹的配合，那就可以达到更好的作战效果。前出的海军舰队可以使用配属的攻击型核潜艇、无人机、有人驾驶作战飞机，更精确、更及时地发现对方主力舰队的位置，为火箭军导弹部队提供准确的坐标和实时的更新。在击溃了对方的航空母舰，使它失去了战斗力之后，我方的航母战斗群呢还能够及时的发起火力突击，消灭对方的航母编队的护航力量，对航母实施追歼作战，把它彻底击沉，甚至是俘获。还可以实施远海反潜作战，消灭为航母护航的核潜艇。也就是说，岸上导弹与海上舰队相配合，可以巩固和扩大作战效果，完全彻底的夺取制海权。可能呢，在美军看来，这相当于两个人在进行枪战的时候，对手的后面呢还有一门精确的迫击炮可以进行火力支援。这样的战争，美军是必输无疑的。如果由解放军的选择战场，那么关岛附近的洋面显然是最合适的。美国对于第一岛链是不能放弃也不敢放弃的，而关岛就是第一岛链后方最大的战略支撑点。美军的航母编队必须在关岛中转，接受补给和休整，才能继续向西前往台海或者是南海区域。所以呢，关岛就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战略要点。中美双方都拥有空天监视手段，双方的大型航母编队的行动都很难隐蔽，解放军无论从哪个海峡穿越第一岛链都无法保密。美军的航母战斗群只要出现在西太平洋地区，同样也无法藏身。美国将面临艰难的选择，他的舰队是继续前往关岛，那就会在解放军选择的战场上打一场解放军预先设计好的战争。如果不去关岛，那就等于放弃了第一岛链的制海权。而如果直奔台湾海峡，那在接近第一岛链之后，就会直接进入东风导弹的射程范围。不知道美军是否能够看懂解放军这一次演习的真实意图。好，这期话题评论这里。